教授最近沉迷挖矿，借钱投资比特币，结果刚满仓，价格就开始暴跌，教授大亏本卖出，公司一下子破产了。他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大伙儿，却发现大伙儿都在看新闻。女主持人播报了最新快讯，比特币价格又暴涨上来了，掀起了一波高科技淘金热。淘金者正在挺进新西部，夺取那边廉价的电力。这条新闻给了教授启示，经验教训告诉他，比特币也是片土包子玩意儿。俗话说得好，淘金客不一定能发财，但给淘金客卖铲子的人一定大赚。他决定就去搞土包子们的钱，要是不尽快把债还上，机器人黑手党有99种办法弄死他。说干就干，行星快递飞船直奔新西部。比特币矿山的能量大到让大气层离子化，所以新西部看上去被一个能量球笼罩，他们没法继续往里面飞，只好改换原始朴素的交通工具——牛车。途中，弗莱读了几本佐伦克的西部冒险小说，觉得受益匪浅。据说小说内容都是佐伦克真实经历改编。一把左轮，6发子弹，帮他纵横西部，惩奸除恶。赫米斯带上了儿子小米，想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少玩手机，泡在网上。小米两耳不闻窗外事儿，一心只想打游戏。别说老爸来劝，天王老子来劝，他也不会放下手机，哪怕1秒钟。新西部的风光无限好，不仅有精彩的旅程和刺激的冒险，穷山恶水之中还藏着财富。城乡结合部也是法外之地，这里的人唯一幸福的道理就是手里那把.45左轮，真理就在科尔特的射程之内。由于所有电力都拿去开挖矿电脑了，新西部看上去落后的像旧西部，没有网络、电视、汽车和冰箱，吃穿住行都很复古。由于公司破产，大家只好各谋生计。莉拉在酒馆当了女服务员，这一套女师傅非常攒点，因为酒馆后面还有一间风月场所，看板娘喜怒无常，上一秒还喊顾客小甜甜，下一秒就掏刀子要给人开眼。镇上还有一位疯狂杀人魔，班德的老熟人罗伯特，他手持一把改造过的枪刀，到处为非作歹，肆无忌惮。班德独自闲逛时买下了一头驴子，堂一位西部牛仔，怎么能没有自己的马呢？驴子算半匹马，兜里没几个枣，凑合一下吧。赫米斯要和儿子去野外露营，小米白眼一翻，觉得老爸很无趣，还不如罗伯特有意思，可以带他拿刀到处捅，玩一场现实版的西部游戏。教授捡了一块矿石，拿去小卖了一点钱，甚至企图把班德这个铁疙瘩卖了。可惜班德的身体含脱量为0，1毛钱都不值。班德把屁股铁盘子递给店主，暗示他可以换个攒劲儿的角度出卖身体。店主直摇头，没有金刚钻，他可不敢揽这个活儿。与此同时，虾头男在街上闲逛，闯进了镇上唯一一家医院，还是他娘的心理医生。他的病人罗伯特正赶来问诊，说自己发过誓，一天最多只杀20个人，昨天不小心多杀了一个，心理压力有点大，一枪打死心理医生，应该能让他的心理问题得到解决。下头男一瞧，心理医生记了，高兴的把诊所改成他的名字。莉拉当女服务员没多久，就有不少酒鬼找他要特殊服务，弗莱半点都没放心上。他惊喜的发现，佐伦克本尊居然出现在了酒馆里。刚看了好几本小说的他，赶紧去追星。佐伦克呵呵一笑，表示有朋自远方来，来把昆特牌吧。弗莱追了2分钟的星，输了300块，裤都揭了底。这时罗伯特打来助攻，他一刀捅翻了佐伦克的助手。下头男宣布助手死透喽。助手说，我可能死的不是很痛，但既然医生坚持说他死了，那他就去死了吧。弗莱顺水推舟的成为了偶像的跟班，佐伦克将他带回自己的帐篷，让他洗干净屁股等撅。弗莱很兴奋，开玩笑的。佐伦克赶紧解释，你在帐篷外好好站岗就行了。弗莱大失所望，教授带着大伙儿砸下营地。没有网络的日子里，小米痛得无法呼吸。赫米斯再三安慰儿子，要和他跳敲架舞。小米很客气，让他滚蛋。艾米发现他们这专业团队连把铲子都没带，难道要用手去挖矿？教授呵呵一笑，别慌嘛。话说淘金，当然是用筛子。班德的屁股盘子可以凑合用一下，艾米负责使劲淘，其他人负责加油鼓劲儿。失去屁股的班德很沮丧，只好骑驴走天涯，弹一首沧桑忧郁的牛仔小曲。没有钱的日子里，我出卖了亲爱的屁股，从此茶不思饭不想，总觉得头重脚轻不对劲儿。旁人嘲笑我是无顶牛仔，无顶的牛仔做着翘头的梦。班德在驴背上又蹦又跳，然后把驴给踩瘫了。他赶紧抱着驴去找医生。小头男在诊所闲得发慌，总算等来了一个病人，病驴。他二话不说，先上麻药，把驴肚子一剖开，说什么问题？班德无奈地说，他的腿瘸了。另一边，小米甩下无聊的老爸去找罗伯特，表示想和他一起组队抢劫，干点刺激的事。罗伯特欣然同意。12岁的小屁孩虽然没法打架杀人，但可以当诱饵。罗伯特把小米五花大绑扔到路中间，只要拦住运钱的马车，罗伯特就跳出来干掉车上的人。计划很美好，然而现实却是马车夫一瞧路上出现个被保的小孩，直接加快车速撵了过去。罗伯特计划泡汤，大骂车夫冷血无情没人性。当天晚上，莉拉下班后去找弗莱，
一头美洲狮忽然跳出来要吃人，佐罗克吓得躲进帐篷不出来，莉拉和弗莱连连后退，眼看着退无可退，俩人吓得闭上眼睛。弗莱胡乱把枪清空弹巢，虽然一枪没中，好歹枪声吓跑了美洲狮。佐罗克赶紧跑出帐篷，举起枪开始邀功。弗莱和莉拉都不怀疑，对佐罗克的崇拜值猛涨50点。艾米从白天逃到晚上，除了逃到一堆黄金，没见到半颗砣矿，她非常气恼，又加班加点逃了半宿，终于逃到了一大块砣矿。这群魔芋怪很高兴，能搞到这笔横财，多亏了团队的努力啊，是不是？无奈时间太晚了，兑换所已经关门，只有等明天天亮再去换钱。教授吩咐大家轮流守夜，千万要保护好这块金疙瘩。他身为领导先睡了。班德守夜时，罗伯特忽然杀过来。第二天天一亮，大伙起来一瞧，班德和砣矿都不见了。小毛驴又蹦又跳，带着大家去寻主人。他们来到酒馆，毛驴一蹄子踹开密室的暗门，大伙儿惊讶地发现，所谓风月场所其实是机器人脑袋库房。老板娘绑架了数百名机器人，取下他们的脑袋，用来当免费的挖矿电脑用，这是赤裸裸的邪恶行径。教授发出正义的谴责。然而老板娘却说，她把挖矿赚的钱全捐给了福利院，她一向做好事不留名，不能放这群人出去曝光她的秘密。所以老板娘打算将他们关起来，每天好吃好喝伺候着，还有空调和零食。教授等人说，你人还怪好的嘞，不过坐牢的日子再舒服也比不过自由香。毛驴开始用他的金刚蹄挖洞。另一边，小镇街头，莉拉被佐罗克迷得差点先上特殊服务。弗莱给偶像打扫帐篷时，无意中翻出了几本书，他一对一比发现，佐罗克的那些所谓的自传体小说都是抄袭别人的，而且他只改了作者名儿。佐罗克被拆穿后也不恼怒，反而厚颜无耻地说，抄就抄了，你能咋地？去告我呀！弗莱一怒之下要和偶像拔枪对决，西部片的高潮必须要复刻一波。莉拉这回休息一下，充当西部片里的花瓶女主，负责当气氛组。与此同时，毛驴挖通地面，班德和绑架他的老板娘打了起来，弹钢琴的机器人和酒保也抢着街头激情对射。这一轮左轮对决，东南西北上下全方位上演，6名枪手打得不可开交。赫米斯没来得及钻出洞，陷入了火力网中。小米见老爸有难，急中生智跳起了恰恰舞，用舞步的节奏躲避交叉火力，最后优雅的救出老爸。枪战结束后，一个人没死，弗莱赶跑了佐伦克，也误伤了莉拉的手。两人手牵手跑进酒馆，要来包扎一下。老板娘将砣矿还给了教授，债务终于还清，一行人打道回府。可怜的机器人黑手党不知道西部水多深，因为秋久的功夫就被老板娘取下脑袋去挖矿。以上就是《飞出个未来》第11季3集的全部内容。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谢谢视频，我们再见。